26年前，馬斯克和妻子美滋滋坐上了度蜜月的航班，然而剛下飛機，他就發現自己已經被 PayPal 董事會一腳踢出公司了。喬布斯曾在1985年和自己請來的 CEO 撕破臉，被蘋果掃地出门。山姆奧特曼在2023年的董事會政變中被 OpenAI 原地開除。然而，還有一批人，他們的股份可以被稀釋 ，CEO 的位置可以被拿走，但公司仍然穩穩握在自己的手中。比如 Meta 的扎克伯格，谷歌的佩奇和布林，再比如26年後王者歸來，在 SpaceX 獨攬大權的紐祜祿瑪。這其中最關鍵的3個字就是控制權。為什麼有人拼命創業卻被掃地出門？為什麼有人手裡沒股份卻能一票否決？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這玩意兒你能學嗎？能。來，今天咱们一邊吃瓜一邊來學點真本事，就由小李帶你把控制權這顆技能樹一次點滿。咱看看控制權到底該怎麼控。經常開公司的朋友都知道啊，一家公司其實就像一台車，你掏錢把車買下來，這叫所有權，它給你的是分紅增值，是哪天車賣了你能分一筆錢。可決定這輛車往哪開，踩油門還是踩剎車的是另一樣東西，控制權。出錢的人未必開車，開車的人未必出最多錢。哎，聽明白這一層的已經可以點個收藏下課了。想聽點刺激的，咱們接着往下。很多公司創始人啊都是產品天才、業務狂人，醫療技術兩眼放光，可一到分權這件事上就開始栽跟頭了。最常見的是2種病，第一種叫情懷病。1980年，蘋果上市用的是最傳統的同股同權。喬布斯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砸在了怎麼做出改變世界的電腦這件事上，手裡呢只留了大概15%的股權。他天真的以為創始人這3個字就是免死金牌，我是公司的靈魂，大家當然得聽我的。1983年，他去挖百事可樂的總裁斯卡利，說出了商業史上最著名的一句撩撥：你是想一輩子賣糖水，還是跟我一起改變世界？斯卡利熱血上頭的就來了。然而短短2年後，這倆人就鬧翻臉了。喬布斯這才反應過來，在實打實的投票權面前，情懷一文不值。因為票數不夠，董事會站到了斯卡利那邊。那個被他親口忽悠來改變世界的人，把他合法的請出了蘋果。賣糖水的留下了，改變世界的走了。第2種病更隱蔽，叫兄弟病。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就是平分股權，比如餐飲品牌真功夫，大家都吃過吧？当年2個合夥人蔡達標和潘宇海，股權幾乎對半開。後來2個人鬧翻了，搶公章打官司，硬生生把一個本來要上市的行業龍頭給拖死了。那還有一個你更熟悉、更魔幻的，就是當當網。李國慶、俞渝，中國互聯網最有名的夫妻店，股權差不多对半分。2020年，李國慶帶着幾個人直接殺進公司，搶走了47枚公章，轉頭就發聲明說，以後當當的章我說了算。那段時間他接受採訪啊，公章就別在腰上，走哪帶哪，但結局也非常令人唏噓。當當報警了，聲明作廢了，章也重新刻了。你看，平分股權聽起來非常公平講義氣，可在商業裡，這就是典型的自殺式結構，因為誰也壓不住誰，到了關鍵時刻，沒人能拍板。那咱們反觀一下海底撈，張勇、舒平、施永紅、李海燕本來是2對夫妻，平分股權一起創業，那後來公司要做大了，張勇就極其強勢的用原始出資價把施永紅的那一部分股份拿了過來。聽着有點不近人情，可正是打破了絕对平均，海底撈才有了一個能一錘定音的老大。所以好的合夥得先把醜話說清楚，誰主導誰輔助，誰拍板誰監督，誰出力誰吃肉。那問題來了，到底賺多少股份才算坐穩了呢？你不用去啃公司法，記住3個數就夠了：33.3、51和66.7。過了第一個線，你就有了一票否決權，相當於呢，不管車往哪開，只要你不點頭，別人就別想把車拆了重組。過了第2個線呢，日常的大小事兒基本你說了算。過了第3個就屬於絕對的大股東了，基本拿到了對這輛車的絕對改裝權。哎，這聽起來是不是特別簡單？可這套按比例說話的規則，其實只在公司剛起步的時候管用。等你的公司想做大了呢，就會去賣股、去融資。但每融一輪，創始人的股份就會被稀釋一截。更可怕的是，投資人一邊掏錢，一邊還要伸手，什麼要個董事座位，要個一票否決權什麼的。那這方向盤上就會悄悄多了好幾隻手。那有沒有辦法能做到錢讓大家出，方向盤永遠我握呢？哎，有。而把這一招玩到極致的，還是那個要去火星的紐祜祿瑪。
視頻發布的時候 ，SpaceX 應該已經上市有好幾天了。現在的股價是多少？比你預期的高了還是低了呢？請在彈幕或者評論區告訴小李。回到主題，咱們打開 SpaceX 的招股書，你會看到賣給公眾的 A 類股1股1票，馬斯克自己賺的 B 類股1股是10票。按招股書的口径，他的總投票权大約是82.4%，但他實際的经濟權也只有40%，是怎麼做到的呢？我來簡化一下教你啊。假設 SpaceX 一共100股，馬斯克手裡是40股，別人60股，他持股是40%。可因為 B 類股1股頂10票，那他這個40股就要乘以10，變成400票。分母呢是400加60，算下來他的投票权就一下冲到了80%多。那 SpaceX 的 B 類股可以单獨選出董事會51%的席位，而馬斯克呢又是拿着 B 類股的大頭。換句話說，在 SpaceX 這張桌子上，公眾可以買股票，機構可以进場，但董事會多数席位怎麼做，關鍵票仍然攥在馬斯克手裡。於是一個人就能選掉或者踢掉董事會的多數席位，哪怕将来公司大筆增发，甚至要跟特斯拉合併，能投下決定性反對票的，從頭到尾也只有他一個。更狠的是，招股書還寫了，要罷免馬斯克的董事、CEO 或者董事長職位，也需要 B 類股多數投票权批准。你看，這就是控制權的第一招 ，A、B 股同股不同權。而且用的人不止馬斯克，京東的刘强東 B 類股1股20票，雷军在小米上市也是靠 A、B 股把創始团隊的票保了下來。這玩法的極限你可能沒那麼熟悉。2017年美國的 Snap 公開發行的 A 類股1股是0票，沒錯，就是0票，散戶們只掏錢就行了，一句話都插不上。不過這套打法 A 股市場其實很長時間是不認的。港交所2018年專門改了規則，重新給同股不同權開門。當時的港股掌門人李小加說的就很直接，4年前他們沒接住阿里，眼睜睜的看着他跑去紐約敲鐘。這一次他不想再錯過小米，所以小米就成了港股這場改革的標誌案例。到了2019年 ，A 股也在科創板試着開了道份兒。第一個吃螃蟹的是做雲計算的優客德，3個創始人靠5:1的特別表決權，用大約23%的股份攥住了大約60%的票。但這道門 A 股開得非常謹慎。你看優客德的章程裡啊，碰上5類大事兒，特別表決權呢就直接作廢，老老實實的1股1票，只有日常經營的那些事兒才能享受5倍的投票。你品品啊，法律一邊給創始人開門，一邊在門後留了道閘。他既怕創始人被資本一腳踹走，又怕散戶被一股獨大徹底架空。門開多大，閘留在哪？美股、港股、A 股各畫各的線。當然了 ，A、B 股不是唯一的玩法，還有2招，小李順帶傳授給你。一招呢叫一致行動協議。說白了就是幾個人約好以後投票都一個方向，持股比例合在一起算。比如宁德时代的創始人曾毓群和聯合創始人李平，他們在2015年簽了一份一致行動人協議，提案、提名、投票全保持一致。談不攏了，以曾毓群為準，所以他們倆就叫共同實際控制人。他們呢也一起把公司做成了全球電池一哥。另一招叫表決權委託，還有它的反面表決權放棄。委託呢是我把票借給你一起算，你的分子變大；放棄是股東主動簽字說我這票不投了，所以分母變小了。這2招又輕又快，不用轉股，不觸發一堆審批，錢不動，票先到手。A、B 股一致行動、委託放棄，3招說到底都在幹同一件事，在股權層面把錢和話語權強行拆開，是不是又學到了？可這些全都還在股東的這一層，而在真實的商業世界裡，股東大會從來不是唯一的戰場。咱们刚才一直在說投票，可這票到底在哪用呢？答案是股東大會。經常炒股的朋友都知道，股東大會是什麼節奏呢？一年湊那麼1-2次，看看財報，定定大方向，投完票就散了。那真正天天在一線衝鋒的是 C 級高管，而卡在股東和高管中間，決定要不要換 CEO， 在重大併購上拍板的是董事會。這裡補一個小常識，不然下面的故事可能看不懂。英美法，尤其是美國特拉華州那一套呢，是典型的董事會中心主義。公司的重大經營管理原則上是歸董事會，也就是說，美國公司董事會才是真正的駕駛艙。所以硅谷的創始人最怕的就是在董事會那張桌子上被自己人掀翻了。那中國走的是大陸法系，更偏股東會中心主義。股東會是權力機構，很多大事兒得他點頭。當然，這2年公司法修訂也在往上抬董事會的角色。但不管哪一套啊，越往高處玩，高手肯定不止盯着股東大會那點票，他們搶的是更要命的東西。誰有資格坐上那桌主位？而搶座位這件事，又是钮祜祿瑪給了大家最暴力的示範。SpaceX 這次上市，他乾脆以受控公司的身份掛牌納斯達克，合法豁免了董事會多數必須是獨立懂事的這類要求。別人是上市後被一堆外部董事盯着，他是上市前就把桌上能坐幾個外人這條規則給改了。
他為什麼對董事會這麼戒備呢？我們看一個案例就懂了。2023年11月 ，OpenAI 爆發了一場震驚全球的宮鬥。當時的董事會連創始人奧特曼本人算進去，一共才6個人。結果其中4個董事私下通了氣兒，拉了個線上會，就直接把創始人兼 CEO 的奧特曼給開除了。更魔幻的是，砸了100多億的大股東微軟，是在奧特曼被開除前不久才接到了通知。而這就是董事會桌上的杀伐果斷，不用召集全体股東，也不管外面谁投了多少錢，只要在这张桌子上凑夠票，当场就能掀桌讓你下課。那你看，馬斯克和奧特曼什麼關係？懂的都懂，他絕對不允許自己重蹈這一幕。那咱們說完了馬斯克的暴力攻擊，既然有攻就有防，對吧？頂級玩家其實還背着2招防守動作。第一手是搶委派權。2017年 ，Uber 的創始人卡拉尼克被大資本和董事會聯合逼宮，被迫辭去了 CEO。他眼看就要被徹底的清洗出局了，然後他突然甩出了当年在治理條款裡給自己留了一張底牌，他有着新增董事席位的指定權。那就在投資人準備把他踢走的檔口，他光速塞了自己的2個盟友進董事會，結果資本再有錢，票再多，也只能干瞪眼。那第二手叫搶開會權。京東的章程裡曾經有過一個很妙的設計，只要劉强東還是董事，董事會就要湊齊法定人數開會，那原則上就必須得有他在場。這比單純的投票權很多了，就關鍵時刻只要他不到場不點頭，這週會根本開不起來，哪怕會議室裡坐滿了反對他的人，他都能直接把電源拔了，對方連投票把他趕走的機會都摸不到。Twitter、OpenAI、Uber、京東，看到這兒你會發現，真正的高手不僅要搶票，還要搶座位、搶門票、搶開會的資格。他們布的是一張密不透風的網，向所有人傳遞一個信號：你們休想繞開我。可這些招數都還是擺在明面上，而在商業世界更深的地方，還有一類玩家，他們根本不想讓你看見自己在控制这家公司，卻又牢牢地掌握着它的命運。瑞典有一個姓瓦倫堡的家族，這家人極少拋頭露面，全球富豪榜上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名字。可愛立信、ABB 做新冠疫苗的阿斯利康、北歐頭部銀行 SCB 造戰鬥機的薩博，這些背後都站着這個家族。有機構估算，他們的商業版圖大概和馬斯克一個量級。這家人呢，有一句拉丁文家訓，翻譯成中文是4個字：做而不顯。以愛立信為例，論真金白銀，瓦倫堡家族層層折算下來，大概只有2%的收益。但是他們卻撬動了愛立信近1/4的投票權，怎麼做到的呢？咱們來看看這個套娃結構。最頂上是10幾家非盈利基金會，他們控制着投資期間 investor 大約1半的投票權。那 investor 再往下，他去當愛立信、ABB、阿斯利康這些巨頭的長期大股東，一層套一層，環環相扣。明面上看，這些超級企業的大股東是一堆做慈善、搞科研的非盈利基金會，不僅富豪榜查不到個人名字，連居有遺產稅可能都找不到口袋去收。可實際上，誰當 CEO， 公司往哪重組，要不要跨國併購，全由這個家族在最頂層定。這招也不是北歐專利，意大利的阿涅利家族鏈條幾乎一模一樣，而法拉利、吉普、阿爾法羅密歐，甚至尤文圖斯足球俱樂部頭上都印着阿涅利的名字。但套娃呢，好歹是靠持股一層層疊上去的，那下面就更狠了，乾脆連股都不吃了，純靠一摞合同，把控制權和利潤一起拿走。這一招就是前幾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詞兒 VIE。故事得從2007年的新浪說起。當時新浪想去美國上市，就卡在一條紅線上。按當時的規矩，互聯網信息服務這類增值電信業務是禁止外資進入的。可新浪的股東又有美元基金，那一邊是外資不能碰的牌照，一邊是必須靠外資才能上的市。於是新浪想了個絕的，把要牌照的那塊業務單獨剝離出來，成立一家純內資公司，由中國人持股，專門拿 ICP 牌照，獨立運營，不參與上市。真正去美國上市的是另外一家外商獨資公司。然後呢，這家外資公司就跟那家內資公司簽了技術服務、獨家諮詢、股權質押、投票權委託、獨家購買權的一系列協議。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讓外資公司一股都不持有，卻能把內資公司的利潤以服務費的名義幾乎全部抽走，還能決定它的人事和經營，連財務報表都能合併進上市公司。你看 VIE 這3個字本來只是個會計術語，叫可變利益實體，可新浪這條路一走通，就立刻成了模板。後面阿里、騰訊、百度、京東，幾乎所有去境外上市的中概股用的都是這一招，因此也被叫做新浪模式。這套結構呢，在灰色地帶待了20多年，直到2023年，證監會辦案新規第一次把 VIE 明確管了起來。那不是禁止啊，是你要把這套協議怎麼搭的，有沒有風險，老老實實交代清楚。其實背後的考量呢，也無非就是數據安全和外資邊界。當然了，除了套娃和 VIE， 想把實控人藏起來，還有不少五花八門的玩法，比如家族信託。
把股权装進離岸信託，法律上的股東就變成了受託人，人就隱身在結構後面了。龍湖的吳亞軍就是經典案例，股權早早裝進信託，後面連離婚都沒動搖公司的控制權。再比如股權代持，找人替你持股，簽一份抽屉協議。不過這招在 IPO 審核裡是必須清理的紅線，屬於風險比較高的玩法。還有日本財閥玩了幾十年的交叉持股，企業之間互相持股、互相站台，你外人想看清誰說了算，得先解一道环形方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暫停截圖看一下這些玩法，或者拿關鍵詞去搜一搜，篇幅原因就不展開一個個講了。好，說到這你可能覺得跟這些藏在水下的玩家比，那些名牌玩家是不是太朴素了？其實並非，咱們再回頭看看紐祜祿瑪，他的招股書裡呢，其實也藏着一手王朝級的操作。SpaceX 的董事會批給了馬斯克10億的績效股，行权條件非常誇張，是要他在火星建成一個100萬人口的殖民地。哎，聽起來是不是給馬斯克畫大餅拿胡蘿蔔呢？可關鍵在於這些股票還沒有歸他，但是他現在就能拿去投票，還能拿去抵押貸款，可以說這就是纯纯的陽謀。這股票是我的，又不是我的，但最終肯定是我的。瓦伦堡是做而不顯，馬斯克是做而大顯。但不管显還是不显，說穿了，他們都还是一種约定好的控制权。即使是水面下的，也有我們說的叫抽屉協議的文件，是白紙黑字寫好的。但是你知道嗎？還有一種無形的控制权，它不靠头銜，不靠票數，也不寫進任何文件，靠的只有一樣東西：你的車技。一個方向盤焊在了你的手裡，从来就不等於你會開車。紙面的控制權只決定你有沒有資格坐上駕駛座，但坐上去之後，車能開多久，全看車技。聽起來有點抽象，咱們來看2個翻車的教材。注意啊，他倆甚至連翻車的姿勢還不一樣。第一個是 WeWork 的諾伊曼，他的問題是車是真車，人不會開。他呢講了一個驚天好故事，說我們租的不是工位，是未來的工作方式，就靠這個忽悠出了470億美金的估值。他用超級投票權架空董事會，座位焊得死死的，但是他瘋狂燒錢，瘋狂的自我交易，直到招股書被扒開，全车人才发現司機其實一直在亂踩油門。緊接着 WeWork 估值雪崩， IPO 撤回，控制權一夜清空。第2個更狠了，這張圖你一定很眼熟，他是 Theranos 的霍姆斯，他的問題是連車都是紙糊的。他靠着一滴血策百病的驚天大餅，融資超過7億，估值直衝90億。他的董事會裡坐着前國務卿、前國防部長、4星上將，但他們全是背景板，因為這家公司的票牢牢攥在他一個人手裡。後来的事情你已經知道了，這輛車本身就是假的，所以方向盤焊得越死，車也翻得越快。結局就是公司清零了，人也進監獄了。你看，一個是不會開，一個是開假車，結局都是一樣的，紙面權力救不了他們。那反過來呢？有些人只要車技再深，就算被踹下車也能殺回來。還記得開頭被掃地出門的那3個人嗎？喬布斯、奧特曼、馬斯克。現在咱們把他們的下半場一個一個補完。先看喬布斯，他被流放的12年裡拍出了《玩具總動员》，死磕出 Next 的系統，把自己修炼成了車神。1997年，蘋果離破產只剩90天，他們砸了4個億買下了 Next， 跪求車神出山。王者歸來後，喬布斯學習董事會，成了蘋果事實上的掌舵人。注意啊，這時候他手裡連控股權都沒有，但已經沒人能奪走他的方向盤。這不是孤立，谷歌紅色警報時拉回佩奇和布林，星巴克至暗時刻時請回舒爾茨，幹的都是同一件事兒。我們再看奧特曼，那場公路的上半场，6人董事會4票把他開除，他走得很狼狽。可下半場的結局卻是 OpenAI 700多號員工把身家押上，要跟奧特曼一起走。在人民的擁護之下，他短短幾天就殺回了駕駛座，被甩出車的反而是董事會。具體細節感興趣的可以去看小李這期視頻。不過得說句公道話，喬布斯的車技時間已經蓋了章，奧特曼最終能開向何方，還得接受時間的檢驗。而把這道題答得最完整的還是紐祜祿瑪。26年前，度蜜月的他被踹下了車，是因為座位沒有焊死，車技還沒有人認可。26年後，獵鷹、星鏈、星艦、特斯拉一次次替他的能力蓋了章，而靠着這些，他才換來 SpaceX 那82%的絕對投票權。CEO、CTO、董事長一肩挑，董事想換誰換誰。看明白了嗎？順序很重要，不是先搶方向盤再學開車，而是車技需要先被市場蓋了章，紙面上的控制權才焊得住。而這種打法可能就是給馬斯克那種人準備的，因為你還会看到有一些掌舵人會選擇在公司非常成功的時候選擇激流勇退，因為他們可能已經掂量清楚了自己的車技可能已经不能帶領公司駛向更遠的地方了。那真正高明的一手反而是願意鬆開方向盤，交給下一個真會開車的人。
你看，咱們點了一整期的技能樹，怎麼把方向盤搶到手，焊死藏好，但車技這一個沒人能替你點亮。或許控制權的最高境界，從來不在於你能把它攥得多緊，而在於你能不能確定自己就是那個真正會開車的人。大家好，我是小李，這裡是法商筆記的第2集，控制權到底怎麼控？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今天我們講的基本都還是自己人的戰爭。創始人、投資人、董事會、管理層，大家好歹都已經坐在同一張牌桌上，可商業世界裡還有一種敵人更嚇人，他從門外來，不跟你打招呼，他先悄悄買一點，再買一點，再買一點，等你發現的時候，他可能已經可以決定你的生死。沒錯，這就是門口的野蠻人。LVMH 偷襲愛馬仕，逼得整個家族抱團鎖骨，才把世界首富擋在門外。寶能掃貨萬科，光是一句不歡迎你，擋不住人家一路舉牌成為第1大股東。馬斯克買推特，從讀完到邀約、毀約、對簿公堂，最後他抱着水槽走進了推特總部。哎，你是不是已經開始有點期待了？下期法商筆記，我們來點下一棵技能樹，併購到底怎麼併？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記得給小李點讚、評論、收藏。我們下次再見，拜拜。